大家好呀，好久不见！帷幔窗帘缓缓拉开，傍晚的城市天际线渐暗，华灯初上，远处靛蓝的天空，眼前便是大阪的地标梅田蓝天大厦。上世纪末的人们对千禧年的畅想凝聚于此。30年过去，华尔道夫酒店品牌在日本的开山之作华丽登场。大阪华尔道夫酒店于2025年4月3号正式启幕，酒店选址梅田商圈 Grand Green Osaka 南馆，共有252间客房，全部位于31层以上。我们在5一期间造访了这家酒店，也就是开业不足1个月，开业磨合期，再加上看到一些负面评价，我们对可能遇到的情况也有了一些心理预警。万万没想到，酒店还是整了个狠活，让我们开了大眼。这辆迈巴赫 GLS 600企业版是酒店礼宾车，没错，由于酒店的失误，喜提礼宾车接送服务的我们。穿过双层电动木门，这个艺术品让我想到了旁边安藤忠雄的绿苹果，莫非采苹果？这里有一个电梯，但它并不能前往29层的酒店大堂，切勿和我一样搞错。我怎么记得国内厦门华尔道夫也有这个长扶梯来着，好熟悉的感觉。这里还有一个出入口，也是同样的双层电动木门设计。酒店旁边走路5分钟就是安藤忠雄艺术展。这块木牌上写明了酒店设施位于的楼层，甚至还有个婚礼教堂。通过这里的走廊，便可以前往通向大堂的3部电梯。温润的原木色调与金箔装饰画，浓厚的日式风情。迈出电梯，仿佛身处云端的玻璃盒子，3面都是巨大的落地窗。华尔道夫的标志一停。华尔道夫之钟也位于此，不过和国内的4家不同，这并不是传统的机械钟表。转身前往大堂，两侧的通道均可。这一次的通道连接着酒店的餐厅月见，提供铁板烧与寿司。这是一家人均消费超过3万日元的餐厅，而且100美元抵扣无法使用。穿过这段日式与 Art Deco 风格融入的走廊，尽头是露天的中庭空间，引入外界的自然光线，好像是几株茶树。这里便是办理入住的大堂了。大堂的中心是一个流动的水池装饰，右手边是前台，潺潺的流水声在耳边环绕。左手边有一些沙发可供休息。几块很有艺术感的石头，以圆柱形灯笼为灵感，浓烈的日式氛围。从1楼的接待大堂走到这里，每一处空间都有着不同的风格，一步一景，让人不自觉地停留。让我们来看看房间吧。
这是一间尾号为32的转角套房，5一假期日历房价超过1.5万元，很幸运被升级到这个房间。入门首先是一个富有设计感的玄关空间，这里是长长的走道，左手边是一面通顶的全身镜，镜子的对面是连通门。可能这样的设计的原因是方便多人入住，可以和隔壁的基础房连通。右手边这里是一间客卫，3卷叠好的毛巾 ，TOTO 的旗舰款，自动迎客未洗力。叠好的2卷纸巾，上面是卫生袋。伊索的大瓶洗手液，柑橘香，味道很好闻。意大利品牌 Gassi 的卫浴龙头，大理石台面，这里的灯光搭配得非常好。熨斗和烫衣板收纳在这里的柜子中，让我们看一下。房间的分布吧，32正对梅田蓝天大厦，16正对大阪站，个人推荐选择24。来看看客厅吧，蓝绿色的地毯与地板相连接，墙上挂了一幅艺术品，还有一张小圆桌。这个苔藓装饰它是假的，有点掉档次哦。转过身来，正对的是 mini bar 的区域，这个色系的木材很舒服。首层是免费的胶囊咖啡与茶包，一些收费的小零食，没什么诚意。烧水壶与冰桶放在最下层。最右侧拉开就是小冰箱了。纳尼？这个是浮水吗？这不是京都百悦客房里标配的免费水吗？还有一些酒类和软饮，没错，全部收费。标配2小瓶带有华尔道夫 logo 的气泡水。这个稍微大瓶一点的就是普通矿泉水。并没有看出茶包的品牌，是不是感觉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并没有价目表。可千万不要以为没有价格就是免费哦。让我们看看窗外吧，这间套房的客厅外的景色是什么样的呢？可以看到远处的电川河与新大阪。这里有一个 iPad， 可以控制全屋的灯光、窗帘等。怎么不亮？好吧，得拿下来按开机键。英文和日文2种界面。我们先来试试窗帘吧。
再试试这个帷幔一样的外层薄纱，这也是我们在这间客房里最喜欢的设计。好想把它打包回家。让我们再静静欣赏一下窗外吧。远处的六甲山若隐若现，客厅这里也是可以看见梅田蓝天大厦的哦。现在去看看卧室吧。进门是一个金箔贴墙的小玄关。双面观景的270度转角落地窗，右侧这个大屋顶可能是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了，这正是逸庭的屋顶。当然，如果你的楼层够高，比如36楼以上，就没有这个遗憾了。往左侧看的话呢，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看见大阪环球影城。这张床并不是之前2期视频里的超巨大宽床，目测只有1.8米。床后的背景墙又是一个我们超爱的地方，日系的浮雕与黑色吊灯。这里有一个电视，虽然不大，但躺在床上看正合适。侧面还有一张坐着很舒服的小沙发椅。衣帽间藏在了床后。第一个抽屉拉开是保险箱。第二个抽屉是酒店提供的2套睡衣，穿着非常舒服。这个是空的，只有一个手电筒。鞋刷、鞋油等，2双非常普通的厚底拖鞋。这用不到的携程。除了非常多的衣架外，还提供了一把雨伞。下面是2处可以摆放鞋子的空间。这里还有一面通顶的全身镜。最后就是卫浴空间啦，个人认为这也是非常重要的空间。比较低调简朴的大理石墙面，2套带有华尔道夫 logo 的浴袍，软软的质地，非常推荐。这是一个巨大的浴缸，2个人同时躺进去，完全不拥挤，也提供了头枕。转过身来，同样配色的大理石台面，双台盆，贴了隐私保护的磨砂纸，个人认为不如窗帘。或者像这样的隐私玻璃设计也很好。
磨砂纸略显廉价。同样自动迎客的 TOTO 旗舰款为吉利。这里还搭配了一个艺术品，卫生袋和藏在角落的垃圾桶。我们再来仔细看看提供的备品吧。伊索的漱口水2大瓶，分别是洗手液和润肤露。牙刷、梳子、剃须刀等整齐的放在这个盒子里面。这个盖子有点重量，很有质感哦。伊索的牙膏还是第一次见到。梳子、牙膏、剃须刀均为竹制，提供的浴帽质量也非常好，可惜没有泡澡用品。这是整个93平的大套房唯一的抽纸。浴缸前铺好了柔软的厚毛巾地垫，亲肤材质的头枕，大瓶的也只有沐浴露、无浴盐或起泡水。这个灯光实测很舒服，并不刺眼。Gassi 品牌的5金件极具现代感。再来看看淋浴间吧。大瓶伊索洗发水、沐浴露、护发素。开关与温度控制在这个侧面的墙上。虽然是高层，但水压充足。台盆的下方提供足够的毛巾，体重秤也放在这里哦。等等，脏衣篓在哪里？湿毛巾放在哪里呢？吹风机是什么品牌呢？奢华酒店标配，戴森。酒店里虽然只有一个风头，但你也可以打电话给 housekeeping 要其他的。来看下欢迎礼吧，这是第1天入住时提供的，草莓换成了蜜瓜，马卡龙点心与红丝绒草莓蛋糕，有点甜到发腻哦。这是第2天，纪念日当天，诚意满满。赠送的汉诺君主香槟存放在冰桶里，超好评。出门吃晚饭啦，顺便看看走廊和电梯厅吧。色彩丰富的配色，正如1楼的采苹果。不同于房间内，公共空间大量采用深色系木材，浪速一波流加，单独剪出来吧。这一顿吃了2个多小时，吃饱回程，夜幕已经完全降临，会有什么样的景色呢？走出电梯。再次，哇哦！
等会儿下来喝一杯吧，这里也是可以使用赠送的饮料券的地方。房间内的夜景又是什么样的呢？打开门，这条暗的灯光，酒店已经提供了夜床服务。电视上播放了助眠的画面，波涛声环绕。让我们打开窗帘吧。床头柜摆放了巧克力、玻璃杯与气泡水。除了 iPad， 也可以使用物理按键控制哦。如果这是我家就好了。另一侧的床头柜同样有一个 iPad 控制，这个巧克力很好吃哦。这是一个首饰盒。床铺已经整理好，方便入睡，睡衣也已经叠好啦。不过吃饱当然得运动一下啦，消消食。这一侧是 SPA 健身房与泳池。健身房需要刷卡进入。摆放整齐的铝罐瓶装水和毛巾，也可以选择冰箱里的。面积并不大的空中健身房，不过大部分时间也完全无人。同样是标配的全套泰诺线设备。力量区这里有一个播放体育节目的电视。窗外是大阪站景观。继续往前去游泳吧。来看一下更衣室。叠放整齐的浴袍与毛巾。更衣区中间有一个坐着换衣服的沙发，这里的柜子为自己设置闭
间区域是4个坐着吹头发的座位，这里的吹风机是日本本土品牌 Rifa。大屏同样是伊索的洗手液和润肤露。灯光同样营造的不错。绕过来这个区域和健身房一样，提供冰毛巾和饮用水。这里是热水泡池，非常舒服，强烈推荐哦。湿蒸区与干蒸区。贴着磨砂纸的窗户，让这里的观景躺椅显得有点搞笑。这个热水泡池真的很舒服，我每天都会来泡一会儿，大部分时间是没有人的，等于是私享。再看一下淋浴间吧，空间非常大，备品、龙头等都与房间里面一致。同样的布局，水压依然很足。最后也是房间内同款卫洗力。漂亮的高空无边泳池，人非常少。这 Tiffany 蓝的色调会是大阪最佳吗？在水里，你一样可以听到音乐哦。清澈无比，池底是马赛克拼花。这大概是一个半标泳池的大小。开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晚上10点。再走上去看看，泳池的屋顶和侧面摆放的艺术品，营造出高级的氛围。某人的自由泳还怪不错的嘞，晚安啦！早上好，下雨啦！没想到这把伞这么快就迎来了用武之地。同样带有华尔道夫的标志，伞内部的鱼鳞花纹也非常有设计感。两处露天空间内，雨中的茶树，别有一番韵味。这是我在某一天起了个大早，只为拍到完全无人的孔雀廊。可以看到右手边的露台上同样布置了座位。可能很快这里就会成为大阪最著名的打卡点之一了吧。即使不住店，同样非常推荐来这里点一份下午茶，又或是晚间的饮品。设计师傅厚明完全展现了自己擅长的简约美学与文化融入。大
大阪的在地文化与上世纪纽约黄金时代的纸醉金迷在这里最为具象的展现。让我们再去看看早餐厅。这是一家法式餐厅，目前在晚间提供人均9000日元的套餐制晚餐。早餐的开放时间是6点半到10点半，半自助形式，提供不限量单点菜单。这里是一些面包、点心和果汁。那个草莓小蛋糕非常好吃。开放式厨房，出品菜单上的单点餐。再来看看自助的冷盘吧。首先是可以自己加很多配料的中华白粥。这些由下往上依次是海鲜类、水果、酸奶、强推蜜瓜，还有最下面海鲜类的鱿鱼跟咖喱虾仁，金枪鱼也很不错哦。这个台子上的牛奶与麦片果仁类，烟熏三文鱼同样值得一拿。冷盘类、火腿类，我比较推荐那个开餐就被拿完的黑椒牛肉。沙拉类可以自己搭配，我没有尝试，小西红柿倒是很好吃。你也可以自己在这里烤面包，提供非常多种类的果酱。单点菜单源自纽约华尔道夫的班尼迪克蛋。同样可以选择咖啡或茶，这一杯是冰的卡布奇诺。其实这道龙虾班尼迪克的品控并不是很稳定，比如现在就过熟喽，但是给的龙虾肉真的很多哦。单点日式早餐套餐，适合拍照。在健身房泳池设施的同楼层对面还有一个图书馆。让我们也参观一下吧。希尔顿钻卡会员也可以在这里办理入住哦，避免大厅人挤人。毕竟252间客房的体量并不小。面积并不大，简约但是高级的布置。华尔道夫品牌并不提供酒廊。其实也没有很多藏书，还是一个单纯可以休息一下的空间吧。窗外是房间内客厅的同款景色。这样酒店大部分的设施就介绍完啦，该说再见喽。就以日落时分做结尾吧，拜拜。
很快下一期正在路上，久负盛名的亚太区旗舰大阪康莱德又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